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格斗游戏《乔乔奇妙冒险》，选择了密特拉，也有翻译作密朵拉的，替身是女教皇，但其实在原作里边，它是没有正式的露正面的脸的。现在格斗游戏当中这个形象其实是参考了4代里边的山岸由花子。给大家先演示招式，必杀技就3个，分别是鱼叉射、野蛮铁锤，还有马达头锤。3个必杀技都有超杀的版本，使用的时候按2个攻击键就可以。超杀版分别是超级、鱼叉击、爆裂时间，还有马达秀。这款游戏加入了一个替身的系统，替身的槽在咱们的血条下方，如果这个槽被打没了，会进入一个崩坏的状态。强制的破防，这款游戏其实是有2个模式的，我打的是剧情模式。第一个对手是祖罗夫·祖斯达，但现在的动画可能是翻译作乔罗夫·乔斯达，因为我最开始接触《乔乔冒险》系列是漫画，好多年前了，可能有20多年了，所以那个时候的翻译和现在的动画有所不同。第2个对手打的是花京院。女教皇既然作为迪奥的手下，所以她的剧情就是要干掉主人公的埃及远征军。花京院的替身是绿色法皇。这款游戏在街机上出了2作，其中初代只是一个单纯的格斗游戏。本作的话稍微加入了一些不一样的模式，但是这款游戏的完全体还是在家用机的平台。大家能够找到资源的话，建议大家玩一下 PS 的版本。里边你能够在剧情模式体验到整个的远征军的冒险流程，和原作几乎是一样的，每一个对手你都能够打到。街机的版本显得角色就比较少了。看一下第3个对手，颜值魔术师，那应该就是亚都劳。现在的版本应该翻译叫做阿布德尔，穆罕默德·阿布德尔。游戏的格斗系统做的还是不错的，咱们可以浮空的连段，还可以进行轻、中和重攻击的木压。另外，人物在默认的状态还有替身的状态是2套不同的攻击动作。所以这款游戏的连续技还是非常耐开发的。关卡的流程长度就是8关，咱们选用的女教皇打主人公的团队是打6关，后面是打一个华尼拉艾兹，再打一个迪奥。刚刚这个超杀就是爆裂时间，这招也是比较忠于原作了。使用的时候是不能防御的，但是对面可以通过跳跃来进行躲避，所以你使用的时机最好是对面在地面上出招的时候。第4关打的是狗子伊奇，他的替身叫愚者。
这关有一点特殊了，因为他的身高非常的矮，所以说打他我主要的思路就是把他挑空，然后在空中进行连段。连段的时候，有些情况下他会瘦身。这一下没有咬到，他跳了。第一局结束之后，马上开始第二局，所以说节奏还是很快的。用鱼叉攻击击中一骑真的是有点困难，因为它太小了。替身打崩了，在空中用铲车铲了4下。第5关打的应该是波鲁纳雷夫。标题是骄傲的骑士嘛，很难想象一个骑士在第3部的团队里边是一个搞笑的担当。大家注意观察会发现，这款游戏加入了很好的物理引擎。有一点晃。他把替身远距离的放出去了，这种情况，如果遇到对手是会远程的超杀的话，是非常危险的。女教皇的超杀有2个是远程的，被抓住了。原作里边女教皇被击败，就是因为使用了这招。被承太郎把牙给打崩了。最后银色战车还去观察，结果发现整个脸已经没法看了。下一关应该就是白金之星了，承太郎。感觉 PS 的版本和街机版的系统上也略有区别。我玩的最多的还是 PS 的版本。承太郎放大了。刚刚这下没咬到，这下如果你是凭空放的话，是很难击中对手的。AI 是都知道跳的，但是如果他出招了，你再使用这招，那命中率是相当高的。最后用一记爆裂时间，这个剧情和原作正好是相反的呀。接下来需要向迪奥去报告迪奥的这个宅子，迪奥之馆。这里要打亚空的瘴气华尼拉艾兹，这个家伙非常难对付。他的这招攻击力非常高，而且他移动的轨迹也有几种，你需要进行选择，选错了的代价是相当高的。在原作里边，这个家伙的战斗力也相当的强。我记得伊奇还有亚都劳都是毁在他手里了。放大了，被刮到了一下，
1/4的血量，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，被刮到之后人物是不倒地的，也就是说他这招可以击中你多次。这一击鱼叉接的非常的准，这一下直接从我身后出现了，又是身后，我的血量不多了呀，他的血量也见底了，这样的话咱们用鱼叉就可以了。后面就是打迪奥，但是密克拉的结局，无论你打赢与否，都是被迪奥给吸血了。迪奥是2个状态，输了1局之后，迪奥会进入在原作里边吸了祖苏打血之后的那个状态。和迪奥打架不能拉开距离，全程的近身，不要让他用出杂瓦鲁多。第2局他明显实力上上升了很多，神速太快了。鱼叉放空了，把我的替身打崩了。趁着迪奥出招，放了一个超杀。阶级版本的流程还是太短了，我还是再次向大家推荐 PS 的版本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漫改格斗游戏《乔乔奇妙冒险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